我们用100克水，加入1克酵母，充分搅拌，让酵母融化，制成酵母溶液。加入100克高筋面粉。我们现在制作的是波兰种面团，这里一定要将面团搅拌均匀，防止残留面疙瘩。标记好面团现在所处的位置，盖好面团，室温下发酵至1.5到2倍大。面团已经发酵到2倍大，将面团转移到冰箱冷藏发酵过夜。第二天，我们用180克葡萄干，用100克红葡萄酒浸泡葡萄干。用水浸泡葡萄干也可以。将葡萄干浸泡半小时以上。取出波兰种面团，经过1夜冷藏发酵的面团已经有4倍大。此时，面团内部充满了气泡。将波兰种面团倒入一个大容器里，加入280克水，加入4克酵母，加入15克蜂蜜。你也可以替换成等量的糖。蜂蜜在这里的作用主要是让面包上色。今天的食谱可以做出2个脆皮吐司，你也可以将食谱减半后做一个吐司。加入440克高筋面粉，面粉分2次加入。先把一半的面粉和水充分混合，这样后面加面粉不容易结块。加入另一半高筋面粉，加入8克盐。后加入盐可以避免影响到酵母的发酵能力。将面团搅拌到没有干面粉。混合好的面团粘稠但松散，没有面积形成。我们让面团静置15分钟，经过水合，面团会自己形成面碱。如果室温高于25摄氏度，就将面团放入冰箱冷藏松弛。15分钟后，我们来看看面团的状态。现在面团已经初步形成面碱。我们准备15克融化的无盐黄油，用手蘸1点无盐黄油。我们在用手抓捏面团的同时，也将无盐黄油融入面团中。我们可以用摔打面团的方式来增强面团的面碱。在摔打面团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逐步将无盐黄油添加进面团中。把剩下的无盐黄油加入面团中。我们摔打面团的时间5到8分钟。盖好面团，静置15分钟。15分钟到了，看一下面团的状况。
面团已经形成了不错的面结。我们再次刷打面团2到3分钟即可。现在面团的表面已经变得光滑，让面团松弛30分钟。我们提前将红酒浸泡的葡萄干取出来，过滤掉多余的红酒。将葡萄干放在一旁备用。30分钟到了，现在面团的状态很好。我们手揉的面团不必要追求手套膜，做出的面包也一样好吃。在案板上撒一点面粉，倒出面团，用手将面团慢慢的摊开。将葡萄干撒在摊开的面团上。如果你是用机器揉面团，就在最后2分钟加入葡萄干，揉均匀后就停。从面团的一端向中心折叠。面团粘手，我们可以在手上沾一点面粉防粘。将另一端面团也向中心折叠。我们将面团再次折叠起来。准备一个容器，我用的是一个28乘28厘米的烤盘。你也可以用发面盆或者发面盒来进行面团发酵。盖好面团，让面团发酵到2倍大，28摄氏度，大约1小时。面团已经发酵好了，轻轻地晃动面团，你可以感觉到发酵好的面团中充满了空气。在案板上撒一些面粉，将面团倒出来，把面团分割成2份，最好称量一下面团，让2个面团重量相等。将面团轻轻地卷起来，一定不要卷得太紧。面团的整形过程中，我们会将面团卷起2次，这是第1次。
将另一个面团卷起来。盖好面团，让面团松弛20分钟。20分钟后，我们取出一个面团，我们进行面团整形中的第2次卷面团。将面团翻一面，让光滑面向下，从顶部将面团卷起来。将这一次面团卷起来后，面包的整形就完成了。我用的是450个容量的吐司模。注意面团的接缝一定要压在正下方。用相同的方法完成另一个面团。盖好面包，让面包发酵到与模具的顶部齐平，28摄氏度，大约1小时。面包已经发酵好了。现在面包的顶部已经与模具顶部齐平。在面包上喷一些水。在表面喷水，可以让面包在烘烤的时候形成脆皮。烤箱预热15分钟，180摄氏度，烘烤40到45分钟。参考时间。完整的食谱在影片描述中，你打开就可以看到。仔细听，你可以听到面包脆皮因收缩发出的噼啪声。冷却后，面包表皮形成漂亮的钻石纹理。让我们切开面包，看看它的内部组织。这款面包的内部组织柔软，气孔丰富，同时皮也很薄，这是一个完美面包。谢谢您的观看，我是阿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